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埋头苦干，还要抬头看看。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一些相同的经验就是当我们正在埋头苦干，在专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往往因为太投入的关系呢，而造成了当局者迷的现象啊。如果这是一件我们固志要做的事情，那更会可能是我们正努力在做错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在有善知识来提醒我们啊，或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自省的能力的话呢，那能立即抬頭看看，那这很可能给自己一个客观及冷静的思考空间啊，让自己能提前呢发现问题啊，而改弦易辙啊，及时调整方向跟方法。那我们很可能因此呢，化解了暗藏其中的危机啊，甚至呢逃过一劫。抬头看看呢，好像是球类比赛中的临时叫停它可以让战况激烈、比赛陷入焦灼的状况时能及时获得冷静思考及疏解压力的空间这个对避免犯错及打破僵局的决定性的影响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呢，人生埋头苦干虽然很重要但懂得随时的抬头看看呢更重要。现在新冠疫情呢，方兴未艾病毒不断的变种最新的 Omicron 病毒呢，各国确诊的人数呢一直在创新高，不是几千都是几万、几十万上跳的。那以色列呢，是全球最早打疫苗的国家他们现在已经打第4剂疫苗了那我们正在打第3剂嘛然而有些国家打完第3剂照样确诊，非常难产现在又有一个疫情的这个并发症产生了不只是疫情的本身它造成的一个并发症是什么？长期疫情无法消弭造成全球的航运呢秩序大乱全球货物呢塞港无法顺利出货跟提货造成全球物资短缺，物价大涨每个国家的物价都在大涨原本艰困的疫情呢，那更是雪上加霜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大意不得有在经营事业跟做生意的人这个时候真的是叫苦连天尤其是餐饮旅游业好不容易呢，前面一段时间呢，这个疫情呢有点舒缓那生意开始好转饭店或民宿订房率也都大有起色突然间一个 Omicron 病毒来了，造成造成各行各业的生意呢起起伏伏实在是辛苦那这是一种骨牌效应这个疫情的骨牌效应那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大中小企业商家啦，或者是上班族人人更要随时掌握时事，与时俱进的做出应变这个时候呢，抬头看看的更显重要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Discovery 那个地球那个动物频道有一种动物呢叫做狐獴它们是群居的动物那我现在看这个相片就知道它们这个就是狐獴这是狐獴，它们是群居的动物，个子不是很高，你看那个相片个子那个影片个子不是很高，平常它们呢是用4只脚走路但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全部都会一起呢2脚着地站起来呢，把身体拉高干什么？才能够很清楚、很机警的四处张望，看看有什么动静一发现不对劲就立即呢躲进洞里面他们是靠这样子的一个警觉性呢来躲避其他动物的威胁
那反观羚羊啊，我们看那个动物影片里面很多羚羊嘛，对不对？这是花豹跟狮子的什么大餐？花豹跟狮子会选择什么时候呢来狩猎这个羚羊呢？他们会锁定的离群又正在埋头苦干吃草的羚羊来下手羚羊只要被锁定的话，几乎呢无一幸免马上被扑杀了，吃个精光。我们可以注意观察，只要那一只羚羊埋头苦干的羚羊有一点警觉性的话，抬头看一下就好会发现有点不对劲就立即逃走。那这个时候花豹跟狮子想要来扑杀呢，也追不上了，因为已经慢一步了，来不及了。这个 timing 没有掌握住呢，就失去先机了，就来不及了。同样2只羚羊一只因为埋头苦干在吃草而疏于防备跟警戒，结果呢被花豹呢吃掉。那一只是因为有抬头看看洞察先机结果呢逃过一劫。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世界局势看起来是动荡不定变化无穷而且非常无常让人呢捉摸不定，难以预测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跟刚刚讲那个狐獴一样保持一个高度跟警觉性，随时站在制高点局势越是变化多端我们越是要足够开阔的视野，因为呢高度会影响视野格局会影响结局我们如果可以早一点抓住机遇早一点呢采取应变就可以比别人呢早一点呢洞察先机呢，而防范未然的看到未来。所以我们如果不自我革新、自我改进、自我充实、自我变革，那只好要等着别人呢来革我们的命那做生意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一样的道理的时代在变潮流在变观念做法呢也一定要随机应变。现在的生意不是输给同行的是输给严峻的局势疫情不断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形态，如何及早建立一个新的生活观念来适应目前的种种变局是现代人需面对的严肃课题适应好的就能够生存那适应不良的呢就被淘汰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适应性跟灵活性呢是生存的2大法则没有疫情的时候也是这2个也是很重要了，有疫情的话，那这2个法则是更重要什么是适应性跟灵活性呢？这个在我们以前的读书会第30讲主题是变与不变这个里面呢有详细解说，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处在这个末法时期的乱世呢，变数特别的多每个人的生活压力呢，每天都忙碌的，生活压力很大，每天忙碌呢过日子已经很无奈了千万呢不要再庸碌呢过一生了。所以观念也要随着时代呢演进，随时精准定位就好像飞机的导航系统一样，有了遵循才不会迷航嘛以前的人讲疫情天下无难事，现在的时代呢大不相同了为了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契合时代社会的这个局势的脉动要稍作调整以前我们在讲什么 work harder 现在不是只有 work harder， 还要 work smarter work harder 呢就是努力工作的意思嘛那 work smarter 呢是什么？机智的工作要用方法用智慧所以不是爱拼才会赢而是拼对才会赢拼对就是用对方法
不是努力工作就好，还要有要领跟方法。努力工作的人会比较忙碌嘛，忙碌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埋头苦干但是如果忙得失去目标、方向、重点，这种的忙碌很可能会造成空忙一场。所以每天呢，再怎么忙，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跟静思的空间跟时间，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才能适时的做出脚步的调整跟方向的定位。那这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抬头看看。接地气的语言叫做抬头看看的。用对方法就是什么？就是智取，靠智慧。用对方法就是智取。那用错方法就是靠立功，用蛮力啊。所以我们要智取，不是要立功不是用力量要四两拨千斤，千万不要千斤去拨四两千斤拨四两的话就很辛苦了。勤劳或努力不是不重要，也是很重要。但是呢，努力的程度不如努力的方向方向跟方法错了就会一句台湾话讲的“精为摸别啦，摸精为别个灰那老了”华语叫做痒的没有去抓到，那没有痒的地方呢，抓到皮破血流，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对，方向跟方法都正确的精进，才叫做正精进否则目标偏斜了，方法用错了这个叫做邪精进偏差掉了，方向偏差掉了同样是精进一个是往正确目标努力迈进一个是越精进呢，反而越偏离正道。关键就在于什么？埋头苦干之际，有没有随时抬头看看？有一句近似语说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相信大多数的志工都知道这句近似语的那这句话在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你很有才华，可是你不付出实践的话，你有才华也是没有用所以要你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但是即使你做到苦干实干这样就能成事了吗？还不一定不如苦干实干。这苦干实干是什么？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起步叫做缘起那在做的过程中呢，还要继续什么？做中学，一边做一边学那学什么？学习不求回报，不着事相，不着人相，去我执，灭我相做完了还要继续学习，前脚走，后脚放学习呢，心空无见，放下知见等等等这个叫做什么？性空不着事相不着人相放下前脚走后脚放放掉了这些都是什么？叫做性空。性空简单讲就是无所求了简单讲就无所求。所以缘起加性空合起来叫做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也是可以的如果用艰深的经文来解释的话呢，我们不容易懂。所以刚刚这样解释的话，人人一听就懂不过虽然听得懂也不一定做得到了因为呢不简单，很难所以才说要什么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嘛也说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每天都要充实的意思了这种观念调整了，脚步方向跟目标也都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呢，才能继续接着说另外一句近似语叫做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那里面讲的这个路呢，指的是什么？就是方法跟目标，方法跟方向的意思啦所以也可以把这句近似语呢延伸解释为什么？只要找到方法，就不怕事情困难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嘛，失败的人是找借口嘛，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心念专注在正确的目标上面，则过程中的挫折跟障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你的心念没有放在过程中的这些杂事上面，你的心念是放在一个正确的目标上面啊，所以心念放在正确的目标，那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挫折就变成微不足道了，因为你没有放在心上嘛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啦意思都是相通的啦。每个人都希望努力一生银行的存款后面多几个零但因为心念上专注在增加几个零，而忽略了呢要守住前面那个一结果零是增加了，后面的零是增加了，但前面的一却不见了。一是什么？一是健康，一是智慧，一是喜悦，一是无忧等等，这些都是用钱买不到的啦人生不能什么事都用钱来衡量有些事情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再怎么有钱，你也是有钱难买早知道有钱可买水晶床，但却难买好睡眠躺在水晶床上呢做噩梦也是辛苦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1秒钟近似语教学里面有一种教学法是叫做近似语教唱因为我们智慧法语背了很多嘛，对那我们如果又把它换成歌的话，各位印象会更深刻了我示范一下，各位一定会印象深刻了我唱给各位听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花儿谢了不再开，光阴逝去不再来，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1秒钟这个是包青天这样各位把这个学起来，你就这句好话就记起来了有钱难买1秒钟了那再示范一个你侬我侬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听不懂，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你说你爱我我就听得懂你侬我侬，把它放的好话放在里面这样子唱各位就记得起来了用歌唱来做近似语教学或好话教学这个寓教于乐很有趣，效果也很好各位把它唱一唱，这句话就变成你的智慧了就不容易忘记了这个也是轻松用法了用对方法呢，事半功倍将来这2句话你永远忘不了了每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2座山呢要攀爬，一座是事业的山一座是什么？事业的山。事业是要是要赚世间财嘛，事业呢是要赚的嘛，功德财嘛。世间财跟功德财2个都很重要就好像生命跟慧命一样2个都重要嘛没有生命跟身体，那你如何修道呢因为身体是载道器仁者心之器这是强调什么？身体跟人体呢是修道的本钱所以身体健康要照顾好，不止佛法生活化，运动也要生活化了能生活化就会方便，能方便呢才能持续下去学佛也好，运动也好能持续呢才会见效嘛不能一曝十寒否则走走停停的到最后还是原地踏步嘛所以行菩萨道呢，身心都要锻炼，这样修道才会有本钱只练心不练身会心有余呢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呢会身体很强壮，但是心灵很脆弱，这样就是什么？草莓族就是玻璃心就会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心灵脆弱的人呢，道心就不容易坚定，不容易坚固很有爱心，但很没有体力
这样也是很难行菩萨道啊。所以身跟心呢都要照顾好啊，身体很重要，那法体是更重要。同理，事业、家业跟事业的平衡点抓得恰到好处呢，抓得很圆满无碍啊，这就是不偏不倚、左右平衡的中庸之道。佛法上叫做什么？中道实相啊，这是圆满的人生治理啊。事业的山呢，爬得很辛苦啊，很苦恼，因为事业是有所求。那志业的山呢，爬得很幸福、很欢喜、很开心，因为志业是无所求。那这个可以有3种状况呢，我们来分析了哈。第一种呢，只爬事业的山，而不爬志业的山，啊，结果是什么？人生除了钱之外呢，什么都没有，啊，功德财是我在你左右，纷纷都是你自己所得的，啊，但是世间财有余，功德财不足呢，也是这样就不好，好，这个是。功德财对我们来讲的是生生世世呢形影不离啊。好，第2种呢是什么？只爬志业的山，而不爬事业的山啊，这是呢化小爱为大爱啦。哦，这个就要事业有成啦，或者退休啦，哦，然后完全无后顾之忧呢才有办法。所以呢要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要福智圆满呢才有办法啊。第3种呢是一边爬事业的山，一边爬志业的山啊，世间财跟功德财呢齐头并进啊，有为与无为，有形与无形，两者兼顾，双轨并行，这个叫做悲智双运。所以很多人呢投入当志工之后呢，常常会问啊，哎呀，请问哦，家业、事业啊、志业啊，这个3者如何抓到这个平衡点呢？我们在直播的，我们在第5讲跟第14讲的大哉问里面呢，都有回答到以上这个问题呢，解释的很详尽的，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啊。那刚刚讲的，志业是无所求嘛，事业是有所求嘛，2个要兼顾的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冲突的啊。这也是当年为什么我把事业结束掉的一个其中一个因素。那时候呢，我每天埋头苦干经营工厂啊，午夜梦回时啊，我抬头看看呢，再低头想想啊，我问我自己啊，我要这样一生被金钱绑架吗？啊，那我要这样一生做钱的奴隶吗？啊，那我要谋财害命，谋别人的财害自己的命吗？啊，那我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吗？啊？我不能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吗？啊，自己会反观自问呐。那千万不要呢，人之将死啊，其言也善啊。这上次有讲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生走到人生啊，到快死了呢才开悟。那开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不容易嘛。但快死了才开悟了，这个就真的很可惜啦。啊，这可悲可叹呐！啊，那就跟我们以前讲过啊，孔子的一句话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这句话是孔子讲的。那我把它仔细去体会之后，发现早上才闻道，晚上就死掉，都还没做到，实在很不妙啊。闻道求法就是要学以致用嘛，那所学非所用啊，你学来做什么？对吧？所以人生旅途发现方向偏差了，就要赶快重新定位啊！定位好了，就要化为行动哦。平顺平坦的时候呢，就快马加鞭，顺势而为啊！崎岖坎坷的时候呢，就怎么？就虔诚戒慎啊，默忍则安呐。啊，就不管呢，旅途过程中是顺啊还是逆啊，只要能够做到快慢自如啊，怡然自得，悠然自在，
这样也是叫做觉有情啊。这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啊，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那佛陀就是觉悟的众生啊，那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陀的觉悟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嘛。那些高深大德的觉悟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要拜师啊，求师啊，这意思是如此嘛。比如说呢，佛陀同意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了，佛陀是同意这样的有智慧的苦修跟方便的苦修，但是反对为了苦修而苦修。印顺导师或者是证严上人一些正信佛教的那些法师，他们的思想也是如此上人认为呢，学佛是要学活佛，学菩萨是要学活菩萨。那活菩萨是什么？就是天冷要穿衣服啦，身体累了要休息啊，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啊。我们虽然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所有权，但是有使用权嘛。那既然要使用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充分的发挥这个身体的功能，就好好把它照顾好，让它能够善用，尽它的善用。这个就要好好维护它，不能折磨它不是折磨自己的身体叫做苦修，不是这样子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嘛。刚刚前面有讲身体是载道器嘛，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去服务人群、利益众生我们修炼佛法的目标呢，是为了让众生呢离苦得乐不是为了带头让大家来吃苦。吃苦不是目标啦它是过程的一种助道叫做无欲则刚啦。你可以吃苦，过简单的生活，欲望放低一点，那你无欲则刚有欲则不刚这个是要心系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嘛，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的意思啦要做活菩萨，就要在菩萨道上呢学习菩萨游戏人间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不过这次阐述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如果要学习菩萨游戏人间的话，只学习小丑还不够上次我们有一集直播是用小丑这个当主题嘛那个讲的很多了不只要学习小丑，还要学习不倒翁。不倒翁的人生哲理，我们以前也讲过不倒翁这个题目了那重点我再讲一下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呢，也是很重要我们大家都有玩过不倒翁的经验嘛，对？不倒翁呢，被人一推呢虽然上升会摇摇晃晃但是却重心稳稳无论我们呢如何推它、撞它，甚至压倒它，只要我们一放手呢，它又自动的站立起来玩它的人呢，可能会玩到精疲力竭但不倒翁依然故我，最后还是如不动，屹立不摇同样的道理，刚刚这个道理延伸起来，同样的道理别人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迈进，向前跑。我们跑得越用力跑得越快，拉我们的后腿的人呢，他就会越累最后呢，他就会自动放手了以前我们有分享过嘛越是碰到逆境越是要往前迈进这样才能提早脱离险境所以人生如果能在经历强风暴雨或者是历尽沧桑之后呢仍然能够呢屹立不摇经过一些种种的困难挫折之后呢，还是没有被困难击败还是没有被障碍阻挠，还是屹立不摇，就像不倒翁一样的这样就是不倒翁的精神了这个叫做松柏后凋于岁寒的坚毅精神的啦这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每一个人呢，不做生活的奴隶，而是做生活的主人或不做金钱的奴隶，而是做金钱的主人不论顺逆起伏，都如自在也不被境界所束缚了
这就是具足不倒翁的精神啊！啊，这个我们互相勉励的哈，讲很容易，做不容易啊。但是呢，总是目标锁定好，要继续努力啊！目标错了，你再努力也没用啊。古时候呢，有一位布袋和尚啊，他说啊，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啊，入时观自在啊，是吧？就有如弥勒菩萨一样啊，心宽体胖啊，度大量大啊，不但笑脸迎人呐，且稳重如山呐，这就是不倒翁给人家的祥瑞之感呐，祥瑞之感呐。我们如果做到这样的，人家看到我们也觉得很祥瑞，看到你觉得很可靠，很有信心，很有安全感，也是一样嘛，对。我们看到别人这样，我们也是有安全感，对。不倒翁的人生观是什么？什么事都自己做得了主，不会六神无主啊，也不轻易受到外境的影响，任凭你如何摆弄呢，他都不会颠倒或倾倒。尽管你用力推他，他马上恢复原来的姿势啊。他总是很善巧的，随着别人的玩弄而前后摇摆。你推他，他会前后摇摆，但是最后他懂得全身平衡，最后还是不会跌倒，还是在那边稳稳的不会跌倒。要游戏人间呐，潇洒走一回啊！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功夫都要学了，你才有办法清安自在的活下去了。同样的道理，菩萨道想要做到永不退转，也是要依照这样子的原理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更清楚了啊。大家都有看过拔河比赛嘛，对？那个拔河比赛啊，没有队员会站着拔的啦，因为站着拔很容易被压倒啊。一定是什么？拉低身体，让身体的重心的往低处移动，身体越低呢，越能产生力量啊；重心越低，越能产生力量了，甚至情况危急的时候，整支队伍的每个人身体都要几乎贴近地面嘛。我们看过拔河比赛嘛，对，快危险了，整个大家全部身体都贴近地面。这个时候如果贴近地面，重心放那么低的话，对方不容易拉动我们。这个是不倒翁的人生哲理啊！做人处事跟拔河的道理也是一样啊。越是谦卑缩小啊，越有成长发挥的空间呐。同时呢，受到伤害的面积也会相对的缩小减小。同理呀，站着比蹲着高嘛，对不对？站着比蹲着高啊，但是站着跳不高，要先蹲下去才跳得高，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啊！就好像说输赢呐，要输才会赢嘛，一样的道理嘛。就有一句有智慧的话是这样子说：敌明我暗，才有胜算；敌暗我明，死得莫名。道理也是一样了啊！各位慢慢去体会。其实农夫种田，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有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嘛，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这句话很多人朗朗上口了。农夫拿着秧苗啊，只是低着头呢，一把一把把他的秧苗呢插进这个田里面了。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呢很专注在这个插秧上面嘛，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的怎么？他没有私心杂念啊，不经意的呢，他看见，因为他都在头都往下面，他都是埋头苦干的，所以他看见呢，水中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呐，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呐。那平常因为都是埋头苦干在插秧嘛，对，忙着种田嘛，哪里有心思呢？去抬头看一看头顶上那些美丽的云彩呢？后来因为一直往下，
结果也发现水中另有一片的天地啊，水中就好像什么一面镜子，就好像人啊要反观自照，才会有自觉自悟嘛，也才能让清净的本性显现的意思了。这样这个意思就是六根清净方为道了。好，一边呢把青秧啊插进田里面呢，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啊。你一边插秧，一边就要往后退，对。那插到满田都是青青的这个秧苗的时候呢，农夫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往前一看。刚刚都是往后退的嘛，原来后退是向前啊，对农户来讲呢，这样是后退嘛，对整个大格局来看是往前嘛，对，非前非后，不二法门也是一样，所以人生有时候呢，可以以退为进啊，这也是一种智慧啊，人生有时候呢，可以赢，但不一定要赢，可以胜，但不一定要胜，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就是输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现代的人呢，生活很忙碌，每天都在 go go go， 冲冲冲啊！慷慨激昂的活在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号角里面呢，不管脚下是宽广平坦的马路，或者是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好了。一心呢都是想着向前冲，脚步越来越快，无法停止。为什么？人人都怕输在起跑点呐！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快活。表面上是快活啦，其实一点都不快活，压力很大，因为身忙心也忙啊，身累心也累嘛最后呢，精疲力尽倒下，所以连休息都要忙着休息啊。有时候呢要快活，有时候要慢活该快要快，该慢要慢啊。有时候呢看似快，实则慢。与其快速跑错方向，不如一步一步慢慢来啊。有些事情是要慢慢来才会快一点的，因为你欲速则不达嘛。有些事情是来不及，但有些事情是急不来要能够智慧去分辨不是什么事情都来不及，不是什么事情都急不来要懂得分辨。有时候呢看似慢，实则快好像鸭子划水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作为，很慢，其实呢它是无为而无所不为表面上是在低调处理实际上它是积极在进行这是有若无，实若虚的高深的境界。无为而治也是很高深的境界，这老子的高深的这个境界，无为而治现在科技发达，生活步调很快，所以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我们的精神就不能让它那么紧绷。该紧张的时候就要集中精神，蓄势待发该放松的时候呢，就要怎么清安自在随遇而安该静则如不动，宁然不动；该动的时候就积极而不着急精进而不冒进。要活出喜悦的人生，就要学习动中修静，静即思动动静之间呢，了了分明，如理如仪，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动如狡兔，静如处子这个是不简单的功夫我们要学习听起来是充满希望但做起来是没有把握所以才要把握因缘，努力学习嘛。学习是灯，努力是油要灯亮就要加油，想要学习有成效，就要努力精进而一旦做到努力精进了，还要提醒自己不要只是埋头苦干，还要随时抬头看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